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透露，将延长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几家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大陆业务禁令的豁免。有韩国企业表示松了一口气，但美方的所谓禁令不可能一直豁免下去，这些企业的中长期利益必然受损。实际上，美国针对中国搞经济胁迫，这种先下禁令再发豁免的把戏已经搞了好多回，为什么乐此不疲？此外，美媒曝光，去年宣布在美投资400亿的台积电又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新状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称，拜登政府打算延长豁免的消息，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在上周举行的一个半导体行业会议上透露，如果不延长的话，相关豁免令将在今年10月到期。有观察注意到，美方一般在豁免令即将到期时才宣布是否延长的决定，但这一次提前3个多月宣布较为罕见。第一个方面呢，这样的一种调整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来自美国这个盟友还有相关各方的压力。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不仅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所以呢，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讲，失去中国的市场，那可能都是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站到这个中美关系最近这段时间它总体的这个走向和变化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呢，中美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双方的沟通、对话、交流呢在逐步的恢复。韩国舆论对美方延长豁免表示欢迎，有韩媒形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松了口气。一名韩国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在中国投入启动的存储器生产线若想持续运转，就需要技术升级。美方延长豁免将使这些在华投资不至于打了水漂，有助于消除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所谓豁免是美国惯用的经济胁迫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不肯废除相关政策，就意味着这个套在企业头上的紧箍咒没有摘掉。美国近年来不乏豁免收窄的先例。去年10月，美方出台芯片法案，升级对华芯片产业的打压政策，包括强令荷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不得再向中国大陆出售美国规定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否则将不能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但由于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以及台湾地区的台积电等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巨大，因此他们强烈反对美方政策。美方则对他们实施为期1年的豁免，以示安抚。有与会的美国芯片行业高管则表示，延长豁免的决定显示，美国政府意识到，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产业中，要对中国搞科技脱钩，比预想的更困难。事实上，美国财长耶伦近日多次用灾难来描述一旦中美脱钩的状况。分析认为，相关讲话有安抚这些非美国企业的用意。美国的对华极端非理性的这个科技脱钩和这个出口管制那么它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些芯片相关的企业他们呢受损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这个美国对华芯片战毫无疑问，它就是导致这些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所以这些企业他们才要不遗余力的去游说美国政府，向他们施压，来迫使或者说推动拜登政府放宽这些企业的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深圳卫视注意到，对美国打压中国芯片业政策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韩国。统计显示，2022年，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销售额约370亿美元，他们在华投资同样巨大。今年3月下旬，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时，李在镕也出现在了随行商务代表团中。韩国东亚日报当时称，李在镕将向美方表明韩国半导体产业目前的困境。但令外界惊讶的是，当时尹锡悦和拜登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韩国半导体产业的事情，这让韩国舆论十分不满，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在中国市场的中长期利益将岌岌可危。韩国经济研究院指出，近年来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生产效率严重下降，竞争力也随之下降。除了产业周期性因素、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等之外，美方利用韩国加入的芯片四方联盟为武器，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实施定点攻击，也令韩国企业的经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的态势。而豁免名单上的另外一家重磅企业是台积电。
这家公司去年12月举行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工厂移机仪式后，一直风波不断。美国财富杂志近日报道称，台积电严苛的企业文化与美国半导体业格格不入。美国《纽约时报》还指出，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芯片技术的自力更生，但对台积电的股东来说，这个4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一个糟糕的商业决策。台积电内部对其美国工厂的疑虑正在增加，许多员工表示，该项目可能会分散台积电的研发精力。高昂的成本和管理方面的挑战表明，将人类已知的最复杂的制造工艺转移到地球的另一端是多么困难。我并不看好美国未来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中心这样一个前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呢，千方百计的推动海外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来解决它产业空心化的这样一个困境。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战略推行了10几年，我们看到并没有收到非常明显的成效。原因很简单，这个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导致的。去工业化背后反映出来的逻辑就是说，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那么制造业企业基于这个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市场的考量，它会把它的产业链供应链迁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如果美国想要这个重新回到一个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它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就是降低它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制度成本。但现在美国两党很难做到